北京正在往地底下沉，这不是比喻。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北京部分地区每年地面下沉超过11厘米，有些地铁站已经出现了肉眼可见的裂缝。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以为是哪里弄错了，结果查了好几个来源，全都对上了。这件事被报道了一阵子之后，很快就消失在新闻里了。但就在同一时期，中国有一批风水师开始私下流传一句话：中南海的龙脉断了。我知道你听到龙脉2个字，第一反应大概是这不是迷信吗？但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聊玄学，我想跟你聊的是这2个字背后那些真实发生的事。因为有时候最难被说出口的现实，需要借用另一套语言才能表达。我们先从历史说起。中国历代王朝建都风水不只是迷信，它是政治工具。一个皇帝选在哪里建都，等于在告诉天下人，老天爷认可我，这块地的气运在我这里。北京这座城是明朝永乐皇帝迁都过来的，他请了当时最顶尖的风水师，花了将近20年规划，从昆仑山发脉经燕山余脉，最后栖居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故宫就建在那条轴线的正中间。清朝打进来之后没有改这个格局，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继承正统性，就必须继承龙脉。所以你现在懂了，龙脉说穿了不是山川走势的问题，它是一套关于谁有资格统治的象征语言。每一次历史上有人说龙脉断了，他们真正在说的不是地震，不是地理，是这个政权气数到了。然后我翻了一下历史的对应，宋朝末年有堪舆诗说汴梁气散，没几年金兵破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有人说北京龙气衰，又过了几十年，李自成入关。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事后诸葛亮对上了才说，没对上就当没这回事。可问题是，现在2026年类似的话又开始在私下流传了。我不是要你相信风水，我是要你看看那些传统龙脉断裂的征兆，对照今天的现实到底有多像。风水上有个说法叫做主山破则权力核心动摇。2023年中国火箭军就是掌握核武器的那支部队，司令政委全部被换掉，理由是严重违纪，也就是腐败。但这不是普通的腐败案，火箭军管的是核弹头，是导弹发射系统。出问题的人在这个位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最核心的威慑力量内部有人在搞鬼。老实说，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比看到任何军演新闻都更不安。因为军演是表演出来的，这个是真实的裂缝。再来，风水里另一个征兆叫做水口散，财气外泄。过去这几年，中国外资撤离的规模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高净值人群移民潮，就是有钱人跑路，香港、新加坡、日本、加拿大全线爆满。这些人不是因为向往国外的空气，他们是在用脚投票，然后把钱一起带走。但你知道最让我觉得不寻常的是什么吗？是中国的青年失业率，不是失业率多高，而是官方在数字太难看之后直接停止公布了，不是调整统计方法，是停止公布。这件事本身比任何数字都更能说明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征兆叫做龙虎相冲，内部撕裂。李克强前国务院总理2023年10月突然去世，官方说心脏病走得很突然，但你去看他去世之后网络上那一幕，民众自发的悼念帖在24小时之内被全面清空。一个刚去世的前国家总理悼念帖被删，这在中共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一个政权开始压制民众对自己人的悼念，这意味着他已经不确定人心站在哪一边了。这很残酷，但这是现实。但我要在这里暂停一下，因为如果你以为龙脉断了，明天就会天崩地裂，那你对历史的理解太线性了。宋朝堪舆诗说气散是1120年代的事，金兵破汴梁是1127年，中间还有7-8年。明朝万历年间传出龙气衰是16世纪末的事，明朝真正灭亡是1644年，中间还有将近半个世纪。这就是冰川式崩塌的逻辑。表面上你看它还是一座白色的冰山，雄伟坚固，好像动不了。
但内部早就空了，只是你不知道临界点在哪一天。对台湾来说，这才是真正需要想清楚的事。一个正在走下坡的政权，它对外会变得更温和吗？历史告诉我们，不会，恰恰相反。内部越失控，越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来转移矛盾。这不是我的猜测，这是所有强权在衰落期的标准剧本。所以，最危险的不是强盛的中国，是一个病急乱投医的中国。而我们距离那个时间窗口，可能比我们以为的近很多。我不知道龙脉这2个字能不能真的预测一个政权的命运，说实话，我也没办法确定。但我知道一件事，那些风水师留下的框架，本质上是一代代经历了王朝兴替的人，把他们亲眼观察到的规律，用普通人能理解的语言传下来。龙脉是古人观察权力之后留下的一张地图，而那张地图上现在标注的是我们正在活着经历的事。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如果你住在台湾，你就住在那张地图上最关键的那个节点上，不管你信不信玄学，这个位置是跑不掉的。我只希望我们都能在冰川还没有崩的那段时间里想清楚自己的下一步，而不是等到那声轰隆才回过神来。好，今天聊到这里，这件事你怎么看？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我们下支影片见。